难道你还是要施展之间那一招元印？想到元尊的这一招，魔神在当时实力还未恢复的情况下，的确有些惧怕。可是现在他的实力已经恢复到了巅峰，即便元尊施展出那道无敌的元印，也不见得让自己重伤。然而元尊则是淡淡的沉声道：元印只是第一形态。第一形态？难道你已经掌握了下一个形态？一听到元尊可以施展元印下一颗形态时，即便是魔神的神色都发生了一丝变化。因为元尊口中所说的元印可不简单，就算是巅峰时期的魔神都感到非常的惧意，特别是施展出下一个形态的话，就算不死也得重创。但是片刻后，魔神的神色再度恢复自然，他身为当年天古浩劫的毁灭之神，自然不会因为元尊的一句话就让他自乱阵脚。元尊，你以为你这么说我就不敢与之继续战斗下去吗？虽然你的元印很强大，但是以你目前的修为，可还无法施展下一个形态吧？想要施展下一颗形态，必须达到造化极限领域，不然你就会被元印的力量反噬。我说的没错吧？闻言后的元尊，他的金色眼瞳中倒是散发出一丝金芒，心中微微一惊的暗自道：没想到这魔神竟然连这事情都知道，看来他对元印倒是有着几分了解哦。能不能施展出元印的下一个形态，试一试不就知道了？元尊的声音很轻，可传入魔神耳中的时候，却是如雷霆炸响般的响彻。而且从元尊一直隐藏实力来说，他应该还有着强大的底牌，不然也不会如此神态自若的与自己进行激烈的战斗。而且一直以为神元宫的最大战力在元尊一人身上，没想到这一次入侵之后，神元宫的2号人物以及3位主母和一直隐藏起来的天元军都一一现身。特别是天元军竟然在整体的实力战斗上比天军神战队还要强大一些，这一次也真正的见识到了神元宫的恐怖之处。如果与眼前的元尊进行拼死决斗，或许还会两败俱伤，毕竟元尊的实力并非寻常造化主神可比，他所拥有的元印就是令魔神自己都感到有一些惧意。但是即便是元尊真的施展出元印的下一个形态，魔神也并非不能阻止，虽然自己也会付出惨痛的代价，但眼前的战斗还不足以让魔神冒这么大的险。况且暗黑大计划还在进行中，自己绝不能出现任何的差池，毕竟神奇联盟的事情是小，而暗黑大计划才是大事。就在魔神的脑海中掠过这一道想法之后，身受重伤的9大神祭司却是收到了来自他们所信奉的神明大人的声音：速速撤退，事情有变。一道神圣的声音如雷贯耳，9天之上传来了命令，声音中蕴含着不容置疑的威严，使得9大神祭司的身体都不由自主的一震。就在这第一时间，元尊的金眸中似乎有一道金色龙影在游走，而游走间一股无形的气运直接冲入这道声音的音波之中。这道声音是神明大人。9大神祭司彼此进行着眼神交流，却带着大大的疑惑。他们不明白为何突然之间神明大人要他们快速撤离，但是这声音来自他们所信奉的神明大人亲自命令，想必一定是有着重大事情的变故。旋即9大神祭司强忍着各自身上的严重伤势，用尽最后的力量，对着天军神战队的所有成员以及魔神发出了紧急撤退的大喊声：魔神大人，事情有变，全部暂时撤离。9大神祭司的声音在空旷的战场上回荡，如同沉重的钟声，敲打着现场的每一位神奇强者的心房。随着话音落下之际，9大神祭司的身影迅速掠向遥远上空，一艘艘悬浮在空中的超级方舟之上。紧接着，在他们的身影出现在超级方舟之上后，9大神祭司纷纷施展出自己的特殊力量，为撤离的队伍布下了一层层保护屏障，以确保撤退过程中不会受到任何对方的侵扰。魔神刚准备和元尊进入真正的生死决斗时，9大神祭司的声音传入耳后，他便抛弃了这个想法。毕竟在暗黑大计划还没完成之际，自己也绝不能出现任何的严重代价。既然收到9大神祭司撤退的口吻，魔神则是一脸挑衅之色看着元尊，沉声道：这一次算你们神元宫逃过一劫，等下次本魔神降临，就是神元宫之名彻底的消失在万界神州之时。哦，那我等着你这位魔神的再次降临。虽然你很强大，但是我相信下次交手时，你将不是我的对手，而你也将会被我击杀。元尊的金眸突然闪烁，那道金色龙吟也瞬间消散不见，但也不甘示弱地回应道。而随着他不再隐藏实力后，他的霸气，他的姿态，就算是在毁灭之神的魔神面前都不带一丝惧色。哈哈哈，是吗？元尊那本魔神倒要看看下次你如何让我死。魔神倒是并没有把元尊的话放在心上，毕竟他可是天古浩劫发起的7大魔神之一，自然不会这么轻易的被人击杀。甚至一旦暗黑大计划完成，那么他们的实力也将会更上一层楼。到时候即便元尊施展元印的下一个形态，也不见得能够杀死他。霎时间，魔神的身形如同夜色中的幽魂，瞬间化作一团浓密的黑雾，仿佛要吞噬周遭的一切光明。眼前的空间被无情的撕裂，露出了一道深不见底的虚空裂缝，黑雾一头扎入裂缝中，犹如一滴水珠落入汪洋大海，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。9大神祭司和天军们身着战甲，脸色难看，这一次他们的入侵
竟然没能给神元宫造成毁灭，反而他们还重伤逃离。这个丑九大神祭司记在了心里，等日后一定会奉还给神元宫的所有人。旋即，他们驾驶着各自的超级方舟，狼狈地离开了神元宫的这片天地间。那些超级方舟在空中留下了一道道残影，直至远得难以辨认，终于消失在了天际的尽头。神元宫周围的天地一时间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，仿佛结束了激烈的战火，又重新开始了新的生活。见到神奇联盟所有大军离开之后，三位主母的神色凝重，他们来到了元尊的身旁，望着那支离破碎后又复归于寂的空间裂缝，皆是紧锁眉头，他们的目光投向虚空，似乎试图还想要追上去。不用追了，想必是他们背后的那位存在让他们撤离了。元尊的声音平静而有力，他的话语中透露出一种难以言说的自信与洞察。运势盘龙微微一怔，随即沉声问道：他们背后的人应该错不了。刚刚那道9天之上传下的声音出现后，我也在第一时间通过气运之力窥探到这道声音的来源，竟然是来自神奇联盟之中。只不过在即将窥探到声音的具体所在时，却似被一股特殊强大的力量给阻断了。元尊回答说道，他的目光如同穿透云层的阳光，直射向那被撕裂后又愈合的空间。什么能够阻断你现在造化之境实力下的气运之力窥探？难道这就是你所说的他们背后的那位存在？运势盘龙身为神元宫的2号人物，拥有大道主神的力量，自然知晓在造化之境下的元尊是有多么的恐怖。然而既然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，气运之力竟是被阻断，那么这足以说明在神奇联盟的背后还有更强大的存在。三位主母听了都深深地感到担忧，元尊乃是他们神元宫最强的存在，实力更是在整个诸神万界被称之为大传奇，甚至放眼大宙都是能够位列前茅的存在。而现在在神奇联盟的背后竟然还有一位如此神秘的大人物，这无疑对神元宫以及诸神万界都会带来一定的影响。周元，按照这么说的话，神奇联盟还有更厉害的存在了？夭夭轻声问道。没错，那位神秘的存在隐藏极深，即便是我都未能察觉窥探出来。这一次要不是他们背后这位神秘存在亲自召唤他们撤离回去，我都还不知道神奇联盟中还有这样的1号大人物，并且之前我进入神奇联盟后也未曾察觉到任何一丝蛛丝马迹。能够在我眼皮底下不露声色只有2点，一点就是实力比我还强，另外一点就是他应该拥有着极其特殊的大能，可以屏蔽阻断我的气运之力的感知与窥探。不管是其中的哪一点，这对元尊来说都是非常的棘手之事。在这一次的事件当中，虽然神奇联盟的大军被突然撤离，但是也给诸神万界带来的变数，这种变数将会是彻底的影响诸神万界的开始。空气中弥漫着一丝未知与神秘，而这未知正是元尊接下来要探索的那道谜团。神奇联盟似乎变得没有那么简单了，不知道神奇联盟的背后究竟是谁在统治着这一切。神州大地历经势力间的大战后，终于迎来了久违的平静。神元宫内古木连天，梵音缭绕，众多宫内的弟子们盘坐于石凳之上，或静立于清泉之畔，他们的面庞上流露出一丝释然的微笑，进入了往日的修炼热血之中。而丹神塔炉火映红了天空，炼药师们头戴斗笠，手握长勺，专注于丹炉之中的雾化，炉火与汗水交织着，书写着他们的修行之路。丹神塔之巅的小世界中，丹神塔塔主望着满天星斗，眼中闪过一丝欣慰。他知道这片星空下的和平来之不易，是无数神奇强者用血与汗换来的，所以他一定也会拼尽一切守护铸炼药师的圣地。而在诸神万界的其他区域上，那些超神势力见证过这次大战的神奇强者们也纷纷松了一口气，感受着天地中没有那种战火纷飞清凉空气后，脸上露出了轻松的笑容。他们知道神元宫与丹神塔乃是维持诸神万界势力间的平衡，一旦他们出现问题，那么万界就会失去势力的平衡，神奇联盟也将会统治主宰一切，对于无数各大超神势力来说就是一场噩梦。所以只要有这2大超神巨擘势力伫立在神州之地一天，就意味着诸神万界之间的平衡就会得以维系，神奇联盟的野心也就无法轻易触碰主宰这片浩瀚的万界。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，神奇联盟的背后有一位神秘存在，而这位神秘存在的出现将会使诸神万界陷入一场大变数之中。诸神万界中的一切万物神灵，谁都无法逃离出这一场大变数。所以看似神奇联盟大军撤离，神州之地也暂时恢复了宁静，但是这也是为接下来的大变数准备的一场低调的盛宴。神奇联盟的目光如影随形，觊觎着诸神万界中的每一个微小的异动，而神元宫与丹神塔则是那制衡万界势力平衡的矛与盾。或许就是有着神元宫和丹神塔的存在，使得万界中修炼者们的热血永远不会冷却，甚至更加的高涨。神奇联盟天都，一座座富丽堂皇的宫殿巍峨耸立，它的每一砖一瓦都透露出浓厚的神性与威严。
在天都之中，神元之气如潮水般涌动，那是天地间最为精纯的能量，连空气都仿佛凝固成了实质，充满了令无数天位神都梦寐以求的垂涎之地。如果有一名天位神强者在天都里面修行的话，能够在短时间内修为实力大增，而这就是神奇联盟的丰富资源之一。但是天都并非谁都能够进入到这里，因为这里是神奇联盟高层的领域，只有联盟盟主和9大副盟主以及9大神祭司等寥寥为数不多的人才有资格踏入此地。对于神奇联盟的其他成员，即便是9域天神阁的阁主，也只能望而却步，也得在得到高层的召唤后才能踏入这片天都领域。此刻在天都的一座巨大的豪华的宫殿内，灯火辉煌，几十道身影被召集于此，每一道身影都散发出让人敬畏的气息，为首的那道身影更是气势磅礴，而他就是神奇联盟的盟主金帝天，身后左右两边跟着的就是刚刚被那道9天之上传下的声音召回而来的9大副盟主和9大神祭司。至于魔神则是回到了天域之中，因为这是神奇联盟当初与魔神合作所定下的规矩，魔神只能在天域内活动，至于天都以及9域天神阁都不能出现。他们此时的目光锐利如刀，时而深邃如海，时而流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忌惮，彼此之间的交流虽然无声，却充满了紧张和期待。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气息，仿佛每一次呼吸都能感受到即将发生的重大事件。然而就在这肃穆的气氛中，突然传来了一声轻微的响动，仿佛是远方的雷鸣，又似是某种不可言喻的宣告。在场的所有身影不约而同地停下了脚步，目光齐刷刷地投向声音的来源。而在这座宫殿的一道长长的走道尽头，那里有着一扇紧闭的宫门，宫门之上雕刻着一道道复杂的图案，仿佛这些图案中蕴含着某种意义，又似乎蕴含着某种力量。那位突然召集我们回来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？9大副盟主窃窃私语声在他们周边环绕。9大神祭司的脸上依旧有些苍白，他们所受的伤势比较严重，一时间根本无法快速恢复。但听闻几位副盟主的议论疑惑声，他们直接接过他们的问题，有点指责他们道：神明大人的每一道行为都有一场重大的意义与变数，岂是你们这些副盟主能够理解？然而其中一位副盟主脾气立马上来了，他们的职位在神奇联盟之中相当，可不会忍受被人这么指责。是吗？那你们怎么还受了如此严重的伤势？不会是因为实力不够吧？还是说连自救的本事也没有，就知道把你们的神明大人挂在嘴上？他能够给你们带来什么好处？能把你的这些伤瞬间治愈好？那位副盟主也没有给面子，直接一顿输出，在嘲讽9大神祭司的同时，也顺带着他们口中的那位神明大人。因为从此至今，他们可都没有见过什么神明大人，也不相信刚刚9大神祭司所说的话，以一道行为就蕴含着所谓的变数。如果真的这么玄乎，为何不出来见见他们这些副盟主？毕竟副盟主级别可与神祭司级别一样高，唯一不同的就是神祭司不参与神奇联盟的被内部的事情，而副盟主则是需要管理好联盟内的所有事项。一口一个神明大人，也不知道这个神明大人是否真的与他们口中所说这般神奇大能。然而金帝天盟主眉头一皱，似乎在宫门之后感应到了什么，令他的眼神微微一凝，开口道：你们都别吵，他来了。盟主的声音刚刚落下，只听轰的一声巨响，整个宫殿仿佛颤抖了一下。就在9大副盟主在惊愕间，只见一道9天之上光束从高大的宫门上凝聚而出，它如同活物一般蜿蜒攀升，其间符文繁复，仿佛古老传说中的神域一般。这道来自于9天之上的光束径直射向9大神祭司，他们的身影在光束的映照下显得格外庄严而神秘。只见那光束包裹着9大神祭司，其中的符文如同液体般流动，渗透进每个神祭司的肌肤中，而随着这道光束符文的融入，他们的脸上逐渐泛起了的红润色泽，身上原本的严重伤痕也被这不可思议的能量所彻底的恢复。在众目睽睽之下，9大神祭司的所有伤势逐渐的消失，甚至他们的气息也精进了一些。当最后一缕符文融入神祭司的身体后，光束消散于无形，9大神祭司闭目的面容缓缓睁开，他们身上的伤口已经完全不见，取而代之的是从容不迫的神态。在这道光束的作用下，他们仿佛获得了新生，身体里的生机与活力再次蓬勃涌动。这9大副盟主见到这突如其来的一幕，直接瞪大了自己的眼睛，嘴唇微张，一时间竟忘了言语。他们的眼中充满了不可置信，仿佛目睹了一场不可思议的奇迹。这些副盟主也是阅历无数的见证者，可是即便见证了无数奇迹，但眼前这一幕却超出了他的想象。9大神祭司们身上的变化清晰可见，他们从憔悴重伤变得此时的精神十足，就连实力都有所精进。